OK， 真沒想到啊，伊朗的高層真是一天都沒堅持住啊。哈梅內伊等數十名官員在第一輪的轟炸中呢，就已經去見穆罕默德了。更狠的是啊，美國和以色列連前總統內賈德都沒放過哦。而且伊朗目前的意思呢，是不認輸，但是可以談。所以呢，雙方至少還要打上1周才能見分曉。伊朗打的是熱鬧啊，但是我在網上發現了一個事兒啊，就是很多人呢在嘲諷中國啊，說作為反美的排頭兵呢，為什麼解放軍既不去救委內瑞拉，也不幫伊朗呢？這種人其實還真不少啊。所以呢，我有必要做一個這樣的視頻，詳細的回答一下啊。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五人。要說中國為什麼不幫忙？這絕對是一個值得深入剖析的戰略問題啊！這第一個原因呢，那就是中國的戰略核心呢，永遠在台灣和第一島鏈，對遠離中國的矛盾和衝突呢，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干預興趣啊！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着非常複雜的威脅和挑戰，其中反分裂戰爭形勢依然嚴峻啊！台灣的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啊，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中國絕對不可退讓的底線。為了捍衛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呢，中國必須將戰略重心和軍事資源牢牢鎖定在台海及其周邊區域。中國現在的首要戰略目的呢，是推進國家全面現代化以及實現國家統一。去西亞、南美那些地方進行軍事對抗，既不符合中國的國防戰略，也不具備現實的可操作性啊。中國不會為了遙遠國家的內部政權去分散我們最核心的戰略方向上的精力和資源啊。美國在亞太地區長期維持着龐大的前沿軍事部署啊，不僅在日本的沖繩、橫須賀還擁有大量的海空軍基地，還在關島儲備了大量的戰略打擊力量。美國通過所謂的印太戰略啊，不斷拉攏一些盟友，試圖在第一島鏈對中國形成嚴密的軍事封堵。同時，日本在近些年來不斷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大幅度增加國防預算，發展遠程的進攻能力。日本首相車里早苗公開叫囂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試圖將軍事力量的觸手呢直接伸到台海的局勢裡面啊。這種重走軍事擴張的傾向呢，嚴重破壞了戰後國際秩序和地區的和平穩定。面對美日同盟這種實質性就在家門口的重兵集結和戰略施壓啊，中國必須把每一分的國防資源都用在關鍵的地方，集中力量呢應對第一島鏈內的真實軍事威脅。還有那些東南亞地區搖擺不定的各種國家了，給中國的周邊安全造成了持續的現實壓力。部分的東南亞國家在經濟上依賴與中国的貿易合作，但是在安全上卻不斷向美國靠攏。試圖在大國博弈之間兩邊下注啊，比如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地區不斷的挑起事端啊，允許美國在其本土部署中程導彈系統。這種引入區域外大國的軍事力量，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的行為，使得中國南部的海空域面臨着複雜的不確定性。其他一些東盟國家呢，雖然表面上保持中立啊，但是面對美國的拉攏和施壓，也存在着立場搖擺的風險。中國呢，必須確保自身周邊環境絕對安全，絕對不能在遠離本土的其他戰線上過度消耗國家的實力。最關鍵的一點，中國在第一島鏈呢，最終的戰略目標除了徹底解放台灣，還要永遠讓第一島鏈徹底失效，讓相關的國家真正擺脫美國的控制啊。第一島鏈本質上就是冷戰時期美國為了圍堵中國而設立的地緣政治封鎖線，只要台灣問題一天不解決，這條封鎖線就始終存在啊！中國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不僅是完成歷史使命，更是要從根本上切斷美國將軍事實力投射到中國近海的跳板。當中國擁有足夠大的實力，讓第一島鏈失去封鎖效力時，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霸權體系將不攻自破。到那個時候，日本、菲律賓等周邊的國家將不得不重新評估對美國的戰略依賴，整個亞太地區的國家才能真正擺脫美國的軍事威懾和政治控制。真正的地區安全是建立在區域內國家平等合作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亞洲人治理亞洲，這才是中國當前國際大變局中最為宏大、最為核心的戰略遠景。中國不幫助伊朗和委內瑞拉的第二個原因呢，就是中國長期倡導不結盟運動和和平共處5項原則。
絕對不進行軍事同盟，也絕對不輸出意識形態。早在1954年，中國就正式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5项原则。如果你在中国且有初中文化，就一定听说過这个啊。这5项原则不僅是万隆精神的基礎，也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啊。中国的外交路線明確規定，中國不參與任何軍事集團，不打美國牌，不打蘇聯牌，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中國在國際交往中始終堅持事情的本身是是非曲直來決定立場，這與西方國家那種拉幫結派、搞陣營、搞對抗的冷戰思維就完全不同啊。中國的外交智慧在於求同存異，而不是強加於人。中國和伊朗雖然簽署了25年全面合作協議，與委內瑞拉呢也建立了全天候的戰略夥伴關係，但是這些都是基於經濟互利和共同發展的夥伴關係啊。絕對不是那種帶有軍事防禦義務的同盟條約。中國明確提出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共贏而非零和，這才是新的安全之路嘛。中國在海外的行動主要集中在維和、護航和人道主義研究，提供公共安全產品，而不是介入他國的政權更迭或者武裝衝突。因此呢，中國在面臨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危機時，選擇通過聯合國和多邊機制呼籲停火，恢復和平，這是符合中國一貫的非集團化和不結盟原則的。第3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能源安全體系已經非常成熟了，中國的石油儲備十分充足，能源採購採用了平均策略，根本就不會受到單一供應國危機的影響。截止到25年底啊，中國的原油儲備已經達到了13億桶啊，相當於180天的使用量。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國際能源署建議的90到150天的安全標準。而且2024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源法》以法律的形式呢，明確了國家和企業的儲備義務，推進了政府儲備和企業儲備相結合、食物儲備和產能儲備相統籌的機制。即使面對紅海航道的危機或者中東局勢的波動，中國龐大的戰略石油儲備也能有效緩衝國際供應中斷帶來的衝擊。而且中國的原油進口方面早就實現了高度的多元化，中國每天進口1100萬桶的原油，擁有48個原油產地貿易夥伴，俄羅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主要的供應國佔據了中國進口量的大頭啊。同時來自於巴西等南美國家的進口量也在持續增長啊。委內瑞拉的原油僅佔中國海運原油進口量的4%左右，伊朗的原油佔比大約在10%到13.5%之間。雖然中國是這兩個國家最大的石油買家，但是這兩個國家對中國的整體能源供給，儘管失去了委內瑞拉和伊朗的原油供應，中國也可以迅速通過增加從俄羅斯啊、沙特、伊拉克、巴西等國進口來填補缺口。此外，中國國內的原油產量也穩定在每年2億噸以上，天然氣的產量連續多年大幅度增長，這種內外結合、多元供應的平均政策，也使得中國在面對外部干涉時具有極強的戰略定力和韌性。第4個原因呢，是基於和平共處5項原則下的公平商業模式。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做生意，但伊朗和委內瑞拉對中國來說，實際的貿易額其實非常少啊。2025年，中國和委內瑞拉的雙邊貿易約為60億美元，僅佔中國與拉美地區貿易額的極小部分。也只佔中國全球貿易不到0.15%啊。中國和伊朗的貿易大概在125億左右，佔中國全球貿易不到0.3%。相比中國和美國超過4000億美元與東盟超過9000億美元的貿易規模，這兩個國家的經濟比重實在太小了。為了保護這點貿易利益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從國家戰略和經濟利益上都不划算啊。說到這兒呢，我還要舉一個例子啊，我們可以看看伊拉克的這個成功案例啊。伊拉克今天雖然還是一個非常充滿挑戰的地方，薩達姆政權呢當年剛剛倒台，臨時政府還大放厥詞的說不讓中國參與伊拉克的重建，但是中國的企業還是積極的參與到當地的重建和能源交易中去，而且還取得了驚人的成果啊。中國不干涉伊拉克的內政，也不派駐作戰軍隊啊，而是通過正常的商業投標和基礎設施建設來獲取能源保障。2019年呢，中國和伊拉克簽署了石油換重建的協議。伊拉克每年向中國出口10萬桶的原油，收益呢存入托管賬戶，
專門用於支付中國企業在伊拉克的基礎設施建設費用。在這個框架下，中國企業不僅沒有捲入當地的政治紛爭，反而通過當地的修建公路、鐵路、醫院以及1000所示範學校，贏得了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認可。甚至中國企業在伊拉克的石油產業中佔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哦。在西方石油巨頭因為利潤下降和地緣風險逐漸撤出伊拉克的時候，中國的企業通過低成本運營和垂直一體化的優勢，迅速填補了市場空白。目前，中國企業管理着伊拉克2/3的原油產量，控制着伊拉克34%的探明儲量。在2024年5月份舉行的伊拉克第5輪和第6輪的油氣招標中中國企業大獲全勝，在13個區塊中拿下了10個區塊的開發權。中海油、振華石油、中石化、安東石油和中曼石油等中國企業，在沒有一槍一炮的軍事干預之下，完全憑借着商業競爭力和工程實力，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回報。中國在伊拉克的成功證明了，只要堅持平等互利，不附加政治條件和合作模式，就能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穩穩地做生意賺錢。最後，我還要說一下第5個原因，這可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國的戰略考量和俄羅斯的因素。美國呢，其實非常清楚中国的能源需求在對伊朗和委內瑞拉進行制裁時，美國並不願意看到中国真的親自下場進行干預。目前，中國主要通過山東的獨立煉油廠，也就是業內說的地煉企業，來購買受制裁的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原油。這些原油在海運過程中，通常通過影子艦隊進行船對船的接駁，甚至呢被重新標記為馬來西亞或者印度尼西亞的石油，以規避制裁美國雖然對此心知肚明吧，但是時不时的也就是制裁幾艘油輪表表樣子。但在實際的石油貿易操作上，美國並不會採取徹底封死中國能源通道的極端措施，因為美國也需要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來吸收全球多餘的原油產量從而維持國際油價的相對穩定，避免全球通貨膨脹的失控更深層的原因則在俄羅斯美國非常明白，如果美國切斷了中國從伊朗和委內瑞拉獲取石油的渠道，中國巨大的能源需求并不會從此消失中國必然會轉身向俄羅斯買更多的原油。目前呢，俄羅斯已經是中國最主要的能源供應國之一了。2024年，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的原油達到了 1.08 億噸，中俄原油貿易高達4441億元人民幣如果中國因為買不到伊朗或者委內瑞拉的原油而大幅度增加對俄羅斯石油的採購，俄羅斯將獲得巨額的額外資金。而且當前俄烏衝突的背景下，俄羅斯必然會要求中國在軍貿、無人機以及高端電子元器件方面提供更多實質性的支持美國現在的戰略正處於一種極端糾結的狀態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試圖在西半球推行所謂的新門羅主義，通過軍事手段控制委內瑞拉，並且在中東打擊伊朗，以重塑美國的霸權和威懾力，並控制石油來源另一方面，美國又深陷在多線作戰的戰略透支風險中。如果美國把中國逼得太緊，導致中國不僅在經濟上，甚至在軍事技術上全面倒向俄羅斯，那麼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布局就徹底崩盤了。所以，美國在石油貿易上留有餘地，本質上呢，就是一種大國博弈間的互相妥協和試探所以，縱觀5大因素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戰略的理性和成熟。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當前的首要任務就是全面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問題，終究需要他們自己的人民和政府去面對和解決，他們自己挖的坑，他們得自己受好了，本期視頻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呢，歡迎點讚和收藏。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見呢，歡迎在留言區與我交流。我是五人，我們下期再見。